辉宝不愧是被叫做凤光君。宋永宽给辉宝观察的那叫一个细腻。永宽给辉宝在日记中写道：如果从外表看，辉宝和其他大熊猫一样，该白的地方白，该黑的地方黑，没什么特别的，并且也像其他大熊猫那样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拥有符合这个年纪的健康状态和敦实的身体。不过如果仔细去观察，换个视角去体会，你会发现辉宝拥有和其他大熊猫不同的特性和性格，而这些发现并不是见过我几次或者看了我一段时间就能知道的。想要了解一只大熊猫，见面次数和观看时长可能不是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需要仔细观察它的内心。这就像是表面看上去辉宝的腿长，只有露出的那部分，但实际上还有一部分是被辉宝已经发现了。那样的话，即使在远处，也能从很多相似的黑白的圆圆圈里认出辉宝。永宽讲到，辉宝一直在展现真实的自己。辉宝拥有着不同于其他大熊猫的独特魅力。辉宝的独立性是很强的，从自己睡觉、自己玩耍，再到看到姐姐爬上树，自己爬不上去而不气馁，以及就算自己不吃窝头，但体重依旧能够保持比妹妹重的状态，不会让爷爷和姨姨们过多的担心。这些都是辉宝与其他大熊猫的不同，也是独属于辉宝的独特魅力。此时，爱宝母女三个正分布在园区的各个角落。瑞宝此时在小亭子的树桩后面，看样子像是睡着了。不过这个睡觉的位置多少有点令姨们想不到，或许是这个地方对瑞宝来说有特有的安全感。而爱宝此时则正在小滑梯上闭目养神，唯有辉宝此时不但不困，反而精力很旺盛。但因为姐姐和妈妈都在睡觉，没有陪自己玩耍的了，辉宝多少有点无聊，在小滑梯下面走来走去。辉宝来到小亭子上，打算爬去小滑梯上找妈妈。辉宝挪着自己的小步伐，迈着自己的大长腿，来到了小木床的扶手上。辉宝先是小心试探了一下妈妈，看看熟睡了没有，不然惹到妈妈等下肯定又要挨揍。确认妈妈睡熟后，辉宝这才放下心来，来到了小滑梯上。辉宝来到小滑梯上后，仍然显得有些无聊，而姨姨的5分钟观看时间这时也到点了。之后，姨姨顺着熊猫园区的路来到了室外园区。此时，乐宝和福宝正在园区积极营业，父女俩正在各自的园区走来走去，锻炼身体。而现在室外园区的观看时间也从之前的半个小时更改成了5分钟。5分钟时间到了之后，姨姨便又重新去排队了。辉宝每天不摔2下，生活是不完整的。爱宝看到辉宝来了，心想来都来了，那就别走了，留下来陪陪自己的老母亲。爱宝给辉宝拉到怀里，给辉宝一顿贴贴，让辉宝充分感受着自己的母爱。而此时不远处的瑞宝正撅着小屁股在独木桥上蹭来蹭去。而此时的室外园区，宋爷爷正在为福宝收拾刚才吃剩的竹子，以及放置新的竹子。宋爷爷放置好竹子后，抱着旧竹子离开。今天大象们又要有口福了。宋爷爷刚离开，福宝便走了进来。一会儿姨姨再回来时，刚好遇到了爱宝下班时间。爱宝先是给辉宝从独木桥上扔了下去，然后接着走向瑞宝。瑞宝此时正在小亭子上享受，但殊不知接下来自己将像个球一样被拖走。爱宝来到小亭子上后，叼着瑞宝离开，但爱宝并没有直接叼着瑞宝走回房间，而是叼着瑞宝给瑞宝放在了奶爸进出的通道门口。爱宝是有自己想法的，应该是不想让姐妹俩回去打扰自己，但又怕姐妹俩在外面危险，便决定交给奶爸们看着。爱宝给瑞宝放在门口后，辉宝也跟了过来，看到姐妹俩安全了，自己便转身离开回家休息了。而瑞宝在门口喊着让爷爷出来陪自己玩，而辉宝则盯上了爷爷的南天竹。辉宝这小力气再多一点就能给南天竹折断了，不过好在宋爷爷及时出现，辉宝被爷爷吸引了注意。宋爷爷先是给门关好，防止姐妹俩偷溜出去，然后再去放置竹子，而辉宝则乐颠颠地跟在爷爷屁股后面。宋爷爷放置完竹子后，去抱角落里的瑞宝，将瑞宝放到了独木桥上，然后自己偷偷跑走。此时辉宝一回头，看到妈妈和爷爷都不在了，一下没了安全感，转头跑向通道门口。爷爷看这样不行，于是便再次回到园区，给姐妹俩放到了一起，让其相互作伴。而这次宋爷爷离开没一会儿，爱宝便休息完从通道门里走了出来。有爱宝在，姐妹俩这下又可以安心玩耍了。瑞宝挤在妈妈身边，吵着要吃奶。爱宝一巴掌拍过去，并补充道：吃吃吃，整天就知道吃。姐妹俩整天的唧唧歪歪，快要给爱宝整崩溃了。一会儿，瑞宝和辉宝来到室外，不省心的瑞宝直接给自己从小亭子上摔了下来，而摔下来的瑞宝依旧调皮得很，始终不长记性。瑞宝绕到妈妈身后，这次瑞宝的调皮被爱宝看到了。爱宝表示瑞宝不能爬这么高，让其快下去。
瑞宝见妈妈这里的这条路走不通，便又重新跑回滑梯。爱宝看瑞宝爬滑梯费劲，伸出自己的脚给瑞宝垫着。瑞宝爬到滑梯上后仍旧不老实，就在爱宝去拿竹子时，瑞宝又给自己重重的摔了下去。以前福宝的抗摔大能力就是自己练成的，看来瑞宝现在是在步福宝姐姐后尘。瑞宝摔完仍像是没事熊一样，接着又爬上了独木桥，刚走到一半又被自己绊倒。短短几分钟，瑞宝给自己摔了3次。这晚上回家后头肯定是晕的，而辉宝就很乖巧，乖乖在妈妈身边待着。瑞宝则是一点也闲不住，这不转头的功夫又给自己置身于了险境。瑞宝紧紧抓着滑梯，使自己不要掉下去。而从瑞宝一次次的摔倒中可以看出，瑞宝也是在进步成长的。这次瑞宝没有让自己摔下去，而是缓缓下落，平稳落地。宝又在姨姨的面前小秀了一波，面对所在的雪坑进出自如，大长腿一迈就出去了。爬出雪坑后，瑞宝傲娇的气质接着就上来了，一言不合给妹妹手里的竹子抢过来，然后又一言不发的爬上了小树。爬到一半，瑞宝发现自己的竹子有点碍事儿了。瑞宝没有选择给竹子扔掉，而是聪明的给竹子调转了一下位置，之后3、2下便爬上了树。而辉宝给这抢自己竹子的仇一直记到了回室内。辉宝来到小滑梯上，拉着姐姐就一起摔了下去。瑞宝被摔得晕头转向，辉宝的裤子也摔脏了。而与此同时的室外园区，圣西姨母正带着自己助手在研究着给爱宝的小零食放在哪里。忙完室外又来到室内，和宋3岁一起收拾竹子。爱宝这次给青团全铲在了竹子上，不知道一会儿大象吃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味道不对。宋3岁负责收拾竹子，圣西姨母负责收拾青团，俩人分工明确。而爷爷和姨母在园区忙碌打扫卫生的声音也没有影响姐妹俩睡大觉。宋3岁这里就爱拍点姐妹俩睡觉的模样。随着姐妹俩越来越大，很快就要迎来独立了。宋3岁到时便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近距离拍摄姐妹俩了，所以现在能多拍点就多拍点，这都是自己以后所用来回忆的东西。不过正经不过3秒的宋3岁，下一秒又将镜头移动到了圣西姨母的脸上。便是瑞宝在体重上真正意义上超过妹妹的一天，足足比妹妹重了2斤。这2斤的体重绝对不是没产青团造成的了，一定是瑞宝真的比辉宝胖了。而造成这一原因的大概率是瑞宝多吃的窝头。而江爷爷也没有放弃过给辉宝吃窝头。今天江爷爷又尝试了喂辉宝吃窝头。开始江爷爷先是给辉宝喂了好几块胡萝卜，想用胡萝卜先打开一下辉宝的味蕾。趁着辉宝吃得正香时，江爷爷递上了窝头，但是辉宝还是选择了拒绝，小手拍打了一下窝头，让爷爷拿走。之后江爷爷又将窝头和小苹果叠加在了一起，想着借着小苹果的气味让辉宝吃掉窝头，但是辉宝一下就闻了出来，小手立马就给气挡住了。小苹果也掩盖不掉窝头的味道，让辉宝吃窝头简直比让要还难办。江爷爷反复尝试，辉宝反复拒绝。江爷爷再这样喂下去，辉宝都要有脾气了。江爷爷连忙给辉宝递上没有沾染窝头气味的胡萝卜。江爷爷趁辉宝咀嚼胡萝卜时，趁机将窝头塞到了辉宝的嘴里，但这小细节被辉宝发现了。辉宝立马扭头过去，并用小手给江爷爷手里的窝头拍掉了。辉宝现在感觉每天都这也刷新了韩国人民对大熊猫的认知。宝家的每一个新的行为和表现，都是在刷新江爷爷以及初次了解大熊猫人的认知。而至于辉宝不吃窝头，如何去补充窝头里面的营养，江爷爷和我国专家们则需要继续另讨论办法。